看上去马爷爷是古板阴森的棺材匠，但我知道，其实他是最热心的老好人。只是训练时，老好人也会毫不留情，重拳出击。屠夫的刀法，切出火焰才是神通，而我的拳法，打出雷音才是神通。从前爷爷们教的是基础的刀法和拳法，现在都提到了用元气属性将刀法拳法推到极致的神通，这才是霸体的修炼。一只手也可以练拳，一只手也是1000只手，这就是雷音8式中的第8式——千手禅尊。来，攻击我！用拳突破声音的局限，突破空间的束缚，并可以掌控雷霆。一拳一掌都可以摧毁对方的魂魄和身躯，让他万劫不复。沙漠儿打不过怎么办？跑啊！嘿，生活不只有远方，还有苟且。哇，要在这里打擂台！不少在外界混不下去的高人，被逼得躲入大穴。只有庙会，才能将这些高人和他们的弟子聚集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里打擂，就可以见到天下所有流派的功法。原来村长爷爷让我来庙会，就是想让我和各个流派的人实战，增长见识。脚踢永江无敌手，横扫大虚800村。不知死活的小子，好戏啊！太嚣张了！老爷爷写的这么嚣张，我会不会被人打死？打死这小子！不是要打擂吗？爷爷们在干什么？聋子，快写个批注！境界高的必须自封神藏，可不能真把木耳打死。都别打！就是他，打，往死里打！下一个，打擂对赌，赢就对付他了。跌打损伤要到伤愈。拐了拐了，上等拐杖。全因他们说的没错，缺乏力量。其他村的武者都有着独到之处。运道太好，又赢了。下次可以找我逆天改运啊，我还会像是算命的。原来爷爷们的打擂生意是这么做的呀！下一场我来对赌。
老如来的细气罗，你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？大雷音宗天龙院首座，景明。马爷，你来。景明，马师弟，当年你自断一臂，归还大雷音宗神通，也归还了如来为你炼制的细气罗，断绝师徒情分。而今却将我宗神通雷音八式外传给擂台上那个大虚器民，出尔反尔。哼！老如来已经答应我还俗，你管我做什么？马爷爷曾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，小时候他给我玩的那些灵明珠，原来就是禅珠。如来又是什么？听上去很厉害。既然违反了还俗的规矩，你就还是我大雷音宗弟子，跟我回去吧。当初你若不打下须弥山还俗，而今大雷音宗如来的位子就是你的了。不见众生，怎见自己？谁稀罕做什么高高在上的如来？我还俗有了妻儿，你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。为了妻儿安危，我自断手臂，然后呢，你们继续追杀我，让我家破人亡。既然执意要我死，为何我不能将大雷音宗神通外传？我们并非要杀你，以马师弟的造诣，做一个棺材匠，埋没了你的机缘。如来是要渡你脱离红尘苦海，重拾禅心，回到大雷音宗，以成正果。狗屁的禅心！杀我妻儿的时候，你们心里有禅吗？罪过，当年是下面的弟子误杀了你的妻儿，红尘苦海，干扰修行。这么多年，马师弟还没有明悟吗？废话！要赌便赌，不赌就滚！也罢，我与你对赌。这是我徒儿明心，他也是灵台境。马师叔，这次由他来与你的弟子打擂，如果他赢了，你跟我回宗；如果他输了，细气罗归你。我输了，你拿我的脑袋回去见如来。那可是你的命！脑袋没了，你妻儿的仇谁来报？去吧。是。这亦是你的修行。如果我输了，马爷就会死。墨儿，霸体无双，绝不可能会输。我相信你。小禅师，明心。放牛娃，齐木，我是霸体，我一定要赢。观水。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阳御风雷。雷音八式明明是禅宗拳法，在他的手里却充满了愤怒。金钟罩。即便是
魔元，也扛不住九龙玉风雷的力量。小禅师竟能不躲不避。我大雷音宗功法与其他门派不同，走的路子由体表到禅心，修到体表称之体如来，修至禅心谓之心如来。这位小兄弟未得真传，只修到体如来的层级。你的弟子明心倒是自幼修习心法，如今已至心如来的表层。心法什么意思？禅宗功法以心境见长，尤其是我宗心法如来大乘经，与雷音八式完美契合，两者相互配合，才能真正显示禅尊慈悲之力。慈悲？拳头不就应该用来打架吗？你的内心太过愤怒，接下来我也使用雷音八式，你就能看出区别。神啸天眼，开！雷音八式第8式，千手禅尊。你未修禅心，照世充满愤怒，千手禅尊尽是愤化身。小禅师的心法确实厉害，和拳法结合后，有种很柔软的威力。这就是他说的慈悲之力。我以慈悲力度你愤怒心。难道真像小禅师说的，我没有学过心法，打不出完美的雷音八式？如果因此害死了马爷爷，不行，我绝不能输，他一定有破绽。心如来，即有表及里的禅尊，没人敢向禅尊出手。木尔敢。找到了，就是那里，他体内元气最薄弱的地方。小禅师，这就是你心中的禅尊吗？我见人，人人皆禅者，禅尊皆在心中。我心中无神，这世上无禅，也是高贵。去他的神！无魔，去他的神！我就是神，就是禅尊，就是魔。魔神稳灵音会让我力竭，也会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打出最强的雷音八式。这一切必须分出胜负。雷音八式第5式，日照阳魂，空中炼。我的破绽被他发现了。当年你急于求成，致使你修炼时咽喉处留有破绽。禅尊法相并不完美，看来你将这个破绽也传给了你的徒弟。没想到你竟能用魔道功法催动禅宗威能，跨越禅与魔的界限。什么禅啊魔的，都是你们定的，只要好用不就行了吗？是我输了。多谢秦施主指点，明心受教。傻孩子，别什么都学。马师弟，细切罗没了还可以再造，但头颅只有一个，你输了一次便是全盘皆输。你先赢了再说。如来与你师徒一场，他当年为你炼制细气罗，是真心想让你继承衣钵。你的手臂，如来至今放在千尊塔中诵经贮存，望你有日迷途知返，重回大雷音宗。哼，要回也是打回去。
不准再来骚扰马爷，否则我就毒翻须弥山。马爷爷，婆婆，既然担心老禅师再来骚扰，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木耳，这是你赢的，归你。他的名字叫西绮罗，4股12环，是大雷音宗如来所炼。12环可以去除12种杂念，丈分4股，断4生，念4地，修4等，入4禅。它的价值堪比一整座香龙城。到我了，木耳，你可以施展你所有所学，只要能胜过我，也算你过关。我要以拳法聆听马爷爷的教诲。有志气。方才看见画龙点睛，足见你已见真龙，知龙劲。我们便以雷音8式一较高下。雷音8式第3式，九龙御风雷。从小马爷就教我，雷音8式需打出雷音方的神通。我必须用元气将拳法推到极致，打出雷音。8体3单功。木耳的龙形越来越散了。不，这些都是真龙的残影。好小子，竟能逼得我不得不开启5曜神藏来抵御。你这4度觉醒的霸体，果真非同一般。你过关了。这就是严康的太阳。奇怪，天上怎么有一朵红色的云？识别。我在药师爷爷那里看到过很多种识别，其中就是红色的最为难得。一旦被他们咬伤，尸体拆骨都是青的。最可怕的是，通者，他有根据气味或其他线索进行追踪的能力，躲是躲不掉的，必须除掉他。甚好，红蝶母已锁定目标，你的死期到了！
这，前方有异常！这，保持警戒，准备作战！这。没有察觉有人靠近，这个独臂老者是谁？那轮太阳是剑法，像落日一般的剑法。瞬间便让红石别灰飞烟灭。那辆车中的人应该很是了不起。多谢姐姐相助。这是府尹大人。小兄弟从哪里来？我来自堤江县，那里被尸仙教攻占了。我只好一路逃难。你能够逃出来，实属不易。我是利州府的府尹于渊初羽。堤江县在我治下出现了叛乱，是我之罪。如今我利州府正出兵堤江县，必将有场恶战。小兄弟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想去京城。可不知道该怎么去。前方有借道的江陵驿车经过，你拿着这份路引，便可以搭乘驿车去京城。我兄长于渊出云在京城为官，你到了便说是我保荐你的，希望将来还能遇到你。谢谢初羽姐姐。这！看来延康坏人多，好官也不少。可怜，这么小的年纪便家破人亡，只怕他是堤江县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了。什么人，竟敢踩死我尸仙教的尸别？找死！何方神圣，饶命！我曾经面对过很多恶人，所以我清楚你不是一个好人，可以杀死你。但因一段更久远的机缘，若你放下屠刀，我或许可以赐你一条生路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多谢长老，我一定牢记。还是我反应快，任何本事练好了都能救命，比如打不过就跪。可恶！
为了我这么多年炼制的红尸别，那个天魔教的小子，我绝不能放过。这是土原草，对人无毒，但对虫子来说却是剧毒，所以又叫百虫笛。公子找这些寻常药材做什么？它们虽寻常，但是与土原草合在一起，却可以炼制成一种妙药。什么妙药？红尸别本身藏有剧毒，尤其是红别母，更是大毒。我炼制的是一种能100倍激发尸别毒性的药，那不是更加危险？红尸别，喂！好在红别母还在，还能继续追踪那小子。等我抓到他，夺得1品关键，或许还能让掌教挪一挪位子。竟然中了自己的红别母之毒！那小子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？毒性从5脏6腑渗入体内深藏。这棺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药师爷爷说，打不过就下毒，说的真对。你们在院子外守着，不要让人进来。马爷爷、瘸爷爷，你们是来看我的吗？不是，瘸子缠着我来京城劫富济贫，过阵子换成米面送到南边赈灾去。你是我们捡来的，我们会专门万里迢迢的跑过来看你。别自作多情了，就是来看我的。你们太想我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是来看你的。啊，你看这条腿，我的腿，我从国师府拿回来了，国师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眼睁睁看着。瘸爷爷，我和国师刚从外地回来，国师府里的国师是哪一个国师？都是大人了，别闹小脾气。我们是来看看你过得如何，也顺带让你看看我们的手和腿还是否能用。马爷的断臂，马爷去了大雷音宗？哼，当然，马爷那可是一路打进去的，威风得很。可惜不知道老如来带着须弥山飞哪儿去了，不然马爷肯定能踏平了须弥山。公子，国师来了。秦博士，可否借些钱财？国师需要多少钱？我1个月的俸禄是800大封币，就借1月的俸禄，先渡过难关。国师何至于如此清贫？外物太多，会影响修行。这是1000大封币，不宽裕的话，便不必还了。
君子固穷，但不必守穷。要还，过几日陛下的赏赐就会下来了。你房里有其他人，一个很强大的存在，像是一尊如来坐在那里，岿然不动。不对，应该是2个人。那个人身体与天地相融，飘忽不定，似乎随时可能遁去。秦博士，何不请我进去坐坐？国师，还是不请你进去坐了。我家大人来了，身上有伤，不便见人。的确不便打扰。薛爷爷，你是把国师府搬空了吗？是整个京城的大户，光靠国师府，我得喝西北风了。他根本就没几个钱，整个国师府除了笼子的画以外，连件值钱的家具也没有。收着，这是笼子画的剑神背剑图，拿去辟邪。剑神，画上是村长爷爷。哎，别打开，以你的修为，看一眼就会瞎掉，人也会死掉。木儿，你的体内似乎有一缕奇怪的气息。哦，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在修习振兴军的神话形态吧。国师说我神话的时候，气息也会发生变化。胡灵儿、龙大，带爷爷们去城里逛几日。待我激发残肢的活性，就来给爷爷们治疗。魔王觉得这具机关躯体如何？看起来还行，不过别忘了，你还得召唤我的5个臣子过来。就选你了。太医殿为传授骨骼经络之学，备了不少白骨供世子修习，正好能用来幻魔。Preta Deva Vatarana Preta Deva Vatarana Preta Deva Vatarana。魔神被我家公子的长辈打死了。启明的长辈，那些凶神恶煞的家伙竟然奏出大虚了。魔王，咱们的盟誓我这一半已经完成了。小鬼，那还有4尊魔神呢。我立誓时只说了幻魔，未曾许诺数量。召唤5个是召唤，召唤1个也是召唤。你们2个爷爷一直在等着下杀手。我早就知道你小子奸诈，特意挑选都是在多天世界不服我管教的那几个，正好借你的手除掉。我已经信守承诺，换来了你的臣子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幸好我也留了一手。我
我立誓时可没说过将所有的幽毒魔语交给你，我只传你一句，别的你自己向幽毒去问。那，你告诉我那扇门上的字。玛雅玛，坤元之门。进入门中，便能汲取幽毒坤元之力，壮大魂魄。真的？有赌博之约在，我可是绝对诚实的。行，我相信你。待我忙完之后，就进去试一下。你我的约定都已履行。都天魔王，你现在可以从我体内离开了，进入那座为你量身定制的机关下。之后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我先去办一件更重要的事。马爷爷、群爷爷，可以回来了，我来给你们接身体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药水浸润，爷爷你们的肢体已经恢复活性。你帮我们接上手足的时候，那个魔神多半会逃走，不如现在用禅法练死他。原来这小子是要治疗这两个老头子，我脱身的机会来了。公子，魔王要逃跑了！小兔崽子暗算我，这符文是封印。胡灵儿，我教你怎么操控这里的机关。混蛋！有种放我出来，大战300回合！魔头，你们才是魔头！这次我认栽了，给我个痛快的！痛快可不是随便给的。我们走，让他安静安静，好好思考一下魔生。我们捡来的小娃娃真的长大了，幸好当初你把它偷了回来。偷？你小时候天天尿床，死婆婆烦的，把你送去隔壁村。婆婆要把我送走？不过送了几次，你就回来几次，都是瘸子把你偷回来的。哎，才没有！我最讨厌小孩子。村长和药师爷都说送出去就清静了，哑巴还打算连牛带你一起送。还好有虾爷爷，龙爷爷疼我。最烦你的就是聋子，自从你尿在瞎子脸上，四老太婆再把你送人，他也就没话说。你小子！这魔王狡诈的很，木儿，你得小心提防。哎，木儿记得回家过年啊，不然老家伙们可得难过2、3年了。一定回去。国师倒也沉得住气啊！当日明知道我们在木儿房中，还能隐忍到现在。两位前辈都是高人，不是恶人。只要将地碟交出来，我任由二位离去。地碟，我送人了。送给谁？啊？你们延康国新上任的中散大夫秦牧。罢了，皇权靠的是民心向背。